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门大统领的频道啦。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胶片相机，尼康 F3。这款相机可以说是胶片相机中非常出名的一款了。它是在1980年生产的，然后一直生产到2002年，总共是生产了22年，可见这款相机是受到多么的欢迎。然后在这22年期间的话，除了尼康 F3 最初的版本，它又有很多，比如说像 F3HP， 还有 F3T， 还有 F3H 这些型号。那比如说在带 T 的型号，就是说它是用钛合金做的一款机身，然后那个就比较有收藏的价值。HP 的话就是以这个叫做高眼位的一款改良版，也就是说让你更好的取景，但事实上其他的功能跟 F3 是一样的。F3H 那是一款专门为记者设计的一款相机，据说有非常快速的快门之类的。那我现在手上这一台呢是尼康 F3，也是我在德国淘到的一款相机，后面还有它的编号，但是编号已经有一点被模糊掉了。那这应该是非常早期，我大概是90年代生产的一个编号吧，我当时有查过一下。那我为什么要推荐这款胶片相机呢？像我之前有给大家讲过，有像禄来35啊，还有一些非常出名的胶片相机都非常值得大家去收藏和把玩。那尼康 F3 这台看起来就是非常典型的单反相机，那为什么我会推荐它呢？那我推荐它的第一点理由就是这款相机的可玩性。为什么说它好玩呢？首先它不只是可以像这样子眼平取景，就是说你像按照正常相机一样这样眼平去取景，然后再进行拍摄。但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说它上面的这个取景器是可以更换的。它有其他的型号，比如说可以更换成那种直接变成腰平取景器的，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型号。那我这里的话，我是只有一个眼平取景器，所以的话我并没有那款腰平取景器的那个头，但是这也不妨碍它的可玩性。它这边刚好给你设计了一个这种可以把它拆下来的一种办法，就是把你可以这样直接取下来，然后把这头就直接比如说换旁边卸掉，那这时候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变成一个腰平取景器的相机。你在这边取景的时候，事实上它就会直接在这个显示屏上显示。你如果想要把玩，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进行对焦。它的液晶显示屏在上面这边有2个小点，就比如说它可以显示一些你比如说像是欠曝光啊，还是需要什么快门，它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到。所以它作为一个可以两用的相机是非常好玩的，非常推荐它的可玩性。那我推荐它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它的操作性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有些胶片相机其实全手动的话会非常的难操作。但这台尼康 F3 的话，其实它是一个半自动化的胶片相机，它是有电力系统的，它用的是2颗1.5伏的 LR44的电池，现在也买得到。然后装进去之后，它实际上整个的机器它都是有通电的。比如说它这个快门，它其实是一个电子快门，就是说你如果没装电池的话，这个电子快门你是无法使用的。当然它为了在极端的环境下，那你也能使用这个相机，它还设置了一个机械快门，就是这个叫做机械快门，你只要按一下它就可以直接拍照，不需要任何电力。这比如说有一些记者在比较沙漠啊或者雪山上比较极端环境，万一电池不工作，你也可以使用它来进行拍照。那其他的话，它里面其实上是配有一个电子显示屏的。然后你比如说在测光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打开它。这是开关，然后打开它，然后在测光的时候，然后根据你不同的光圈和你的一些和你的快门还有感光度，然后你可以看它会这边在左上角，它这边会有个小小的液晶显示屏，它会告诉你现在是否是过曝还是不够曝。然后它还会告诉你现在应该把快门速度调到什么时候。那当然，作为一款半自动的相机，它这边也是第一次在这个相机中配备了 Auto， 就是自动测光模式。你看这个 A 就是个自动测光模式，并且这个相机最快的快门速度能达到2000分之一秒。要知道这是80年代2000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，那可是相当的强劲。然后其他的话有非常多的闭门啊，比如说还有个 TX，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反正就是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模式可以选择。然后我推荐它的第3点就是它的整个外观。我喜欢它的外观，就外观的话，可能每个人对外观的见解不同，但是像这种相机，它就显得非常的厚重，然后非常的具有男性的魅力吧，我是这样感觉，比较粗壮粗犷。虽然说我是不太喜欢那种像后期出的一些就是那种全自动的单反啊，像我们现在相机的单反太粗太大，但是像以前的这种单反，你看它就一个手握持，看起来也不会特别大，然后又有带有军舰部，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有男人那种干硬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外形是蛮符合我
的味道的，然后它也非常具有收藏价值。除了它的外观，它的功能也是非常的多的，而且它把所有的功能都集成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身。你会看到，其实它在机身上没有很多过多的按钮，但是它把所有的功能都给你了。这样调白平衡的话是在这里，你可以这样子。通过按住这个点，然后旋转，然后就可以调整它的白平衡。调整感光度的话，也是非常设计的非常合理，就把它往上提，然后往外转，就能调整它的感光度。快门速度和快门都在这边设计好。然后这边的话还给你设计了一个自拍模式的一个按钮，你就把这个转过来之后，你就可以进入自拍模式。然后前面的话。这个就是闪灯嘛，就是你进入自拍模式之后，它这边会提示灯，比如说倒计时几秒，你根据看这个灯，你就可以来进行一个自拍。然后上面这个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没什么用，它叫反光板预升，就是你按上去之后，它会把反光板那个帘降下来。我感觉我不太懂它是什么用，但是看别人介绍说是为了连接闪光灯使用的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很小的小勾勾是干嘛用的？这个就是重复，就是重复曝光。你比如说你拍完一张之后，然后你在第二张拍摄的时候，按这个把手的时候，把这个一起这样子拉过来，然后再回去的时候，它就能重新再曝光一次，然后在同一张底片上曝光2次呢，然后就能拍出那种重复曝光的效果，就是那种叠加的效果。然后我们来再说说这台相机的价钱吧。我当时收这台相机的话，就是单机身找了一个德国人去，就是现场面对面收藏的。因为我当时看到网络上感觉还不错，那事实上它还是会有一点小瑕疵，比如说这边有个小小的凹陷，不是那么明显，然后漆的话也会有一点点掉漆，那这么长时间肯定会有点掉漆。其他的话就整个机械功能都是没有问题的，我就全部试过了。那我当时单机身收来的话是240欧元，那240欧元的话其实不算太便宜，但是也不算太贵。那你如果是收入来的话，你就240欧元你就可以收来一台完整的禄来35，但是尼康 F3的话，你只能收一个机身。然后的话，我后来又去淘了一个它的这个尼康的镜头，这个尼康镜头是 AI 50毫米1.4的镜头，就是50毫米光圈1.4的镜头。那它的这个镜头的话，好像是可以在尼康现在的单反也是通用的，它的卡口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没变过，所以这种手动镜头你也可以淘来试试看，放在现在的尼康单反上看是什么效果。那这个镜头的话，我当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我也淘了差不多快200欧元。就是说这个镜头也掏200欧元，所以这一整套的话，差不多就花了500欧元左右。那现在的价格我也没有去了解，但是我觉得像这些古董胶片相机最近炒得非常严重，一般。但是这款相机我还是非常推荐给大家，因为它的腰屏取景器这个真的可玩性非常的高。再说说这台相机的画质吧，这台相机的画质，因为我也只拍过2卷，没有拍过那么多卷。胶片的画质其实除了跟相机有关系的话，跟胶卷也有非常大的关系。除了胶卷的话，还有比如说冲扫的方式啊，然后还有扫描仪的一些预设都差很多。那我自己拍下来，我的感受是，它的胶片其实你要去对比不同胶片相机拍出来的这种画质来说，我觉得其实都没有很大的差别，因为它胶片的其实主要就是看你胶片的那个底和胶片的素质好不好。那我拍下来的话，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说，它跟禄来35拍出来的没有那么大的区别，但是它比禄来35能实现的画面就更多的多，因为禄来35大家也知道它是给你的一个定焦头嘛。那它的话就不一样，它的话你可以换镜头，然后你可以换不同的焦距，然后不同的光圈拍出不同你想要的样子，而且并且它有重复曝光等一系列的功能。好好的使用这些功能的话，你就能拍出一张比较清晰的照片和一些你比较理想的照片。所以这台相机还是推荐给大家。再说说这台相机的重量，这台相机的重量。因为是整个金属质感啊，它其实你看外面就是用皮加金属制成的，几乎没有什么塑料的元件。这边跟我的这个松下 S5配它这个2060的头举起来，2台相机的重量其实差不多，但是你可以看到松下 S5这台相机看起来比这台尼康 F3大多少，而且粗壮了多少，所以我就说。为什么我喜欢以前的相机？因为以前的相机真的非常的经典，像现在尼康出的 TFC 什么的，都是借鉴以前 F2、F3 这些老大哥的款式做的这些军舰部。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啦。如果有喜欢门大统领视频的话，欢迎点个赞哦，谢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